就很多人以为不需要缴税就是不用报税，错哦，这肯定错哦。只要你一有这个所得税注册号码呢，你年年都要报税的。就是内陆税收局有一个新的指南公布出来了嘛，就是网红或是内容创作者呢，只要是发布内容所赚到的这个收入或是商品，都要报税。那所以这个呢，我绝对同意，它是一个很头痛的事情来的，真的很头痛的。有时候他们会收到一些礼品，怎么办？不要认为一定是我打工赚到的钱啦，我做生意赚到的钱啦，才需要报税。我每次说，只要你有用心、有努力、有付出的努力而去赚到的一些钱，那就是你的收入，你就需要报税的。买多多呢？那个不用，除非你是专业的，除非你专业赌徒就是你长期一直在买的。可是，你好，欢迎收看BFM财经所制作的，由BFM财经所制作的。你好，我是伟健，这是由 BFM 财经制作的理财好好学。这一期呢，我们来谈报税啊。那又来到了1年1度的报税季节了，相信呢，每次到这个时候呢，大家肯定就会一头雾水了。像是我呢，虽然我是报税了很多年，可是每次到这个时候呢，我还是会上网找一些 step by step 的 tutorial， 跟着一步一步看要怎么报税啊。所以呢，我相信很多人呢都会有一个疑问，不少的疑问啊，就是报税时有哪一些误区是我是需要注意的？因为政府呢，它每年都有一个新宣布嘛，那最新的这个税务政策啊，又有什么变化？哪些变化？然后过后呢，像是现在呢，越来越多人自己做 freelance 嘞，做内容创作者啊 ，KOL 啊，或者是加入这个零工经济的这个圈子啊，做 rider、做 driver 的话呢，他们的税务到底要怎么处理呢？事不宜迟，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了税务专家 Zen 周德谦来为我们一解答。Zen 欢迎你。嗨，大家好，嗨。好 ，Zen， 首先呢，在你的个人经验当中啊，个人报税最常见的3个误区或是错误是什么呢？那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税务啦，OK， 我真的是每次见到很多人每次做错的东西呢，就是他不懂什么收入其实是该缴税的。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说，我收到了一些钱，可能就是我没有特地去赚取它，可是他就是给我啊，这样这些钱需要报税的嘛。有些人会说，我可能只是做一点小小的散工啊，或者就是介绍了某一样的东西，拿到了一些佣金，这东西需要报税的嘛。那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多人不懂到底什么该报，什么不该报啊，这个是第一。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很多人会讲，如果我真的赚很少钱我可能就是刚刚出来打工，赚的那个收入这么低，还是需要报税的嘛？是不是可以不报的？因为那个收入太低。那这一个呢，就很多人以为不需要缴税就是不用报税，错哦。这肯定错哦，因为呢，报税和缴税是两回事来的，如果我简单点来说呢，我们用数字来讲啦，如果我们说一个人到底需不需要缴税呢，是要看你一年，我们讲打工一族啦一年的那个就业收入有没有超过37,333。OK， 37,333是还没有扣 EPF 的时候来计算啦，也就是如果月薪来讲的话是3111块了。OK， 如果有的话呢，你是需要缴税的，你算一算的话呢，你到最后是需要缴税的。可是不代表一定要超过37,000多块才需要报税哦，因为如果根据内陆税收局的网站呢，它也有提到只要你的收入是超过34,000块，就是34,001块开始，你就要去注册一个所得税的注册号码。就是我们叫 TIN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所以你看只要你一有这个注册号码所得税注册号码呢，你年年都要报税的。不是说一定要赚很多钱才要报税，哪怕你可能最后是报了税是不用缴税的，你要缴的税款可能是0，但是你还是要每年履行你这个公民责任呢，还是需要每年报税。所以报税和缴税真的是2样不同的东西啊。是，因为很多人觉得哇，我记得我刚进打工的时候呢，他们说你才2000多，你就不用报税还是什么的啦，其实是需要的，所以我这样说啦，你2000多可能没有超过刚才我说的37,000多块买一年，可是你还是报税，到最后报0咯，而且是好事我不用给所得税而已咯，而且是好事因为你真的是有报税的，你告诉了税收局我的收入是多少的话呢，哪怕你可能那个收入比较低，可是它证明得到你以后如果要买
任何的一些资产啊，买房地产也好，买车子也好啊，它证明得到，原来我之前是有赚钱，我有储蓄，所以我就可以有能力买这些资产。OK， 那第三个常见的错误是什么呢？第三的呢，就是很多时候他们，尤其是个人了哈，我们讲个人纳税人嘛，我们报税的时候呢，都很多减免的，很多减免，然后呢，那个减免真的是要搞清楚，到底你所花了的那种钱啊，是不是真的可以得到减免？因为很多人就是听说，他讲听说这个可以扣税听说这个可以扣税就没有查清楚到底他的条件是什么，然后呢，就赶拿去扣税。或者有些讲，我没有收据收据也没有收好，赶拿去扣税。可是我们都知道要得到这些税务减免要扣税呢，必须要有收据或者发票，一定要收好的，而且是收7年这么长收7年对。然后第二就是条件搞清楚到底我花了的钱是不是符合了那个减免的条件的，符合的你才拿去扣税，不符合的不要乱听人家说拿去扣税，自己先查那个品项是有没有在那个 category。对，可是你说到7年有时候我们收 receipt 之类的那个都已经过去了。怎么样处理呢？这样子拍照可不可以？可以。那我跟你这里有2个方法啦。当然，现在我们说要收 soft copy 要收 e copy 的话呢，如果本来就是 soft copy 的就很好了，我们就收着罢了嘛，收在 cloud 咯。OK，如果是本来就 hard copy 的，拍照咯，拍照收着咯也是 OK 的。当然，如果你讲我怎样都要收 hard copy 的话呢，有一个贴士一个 tips 给你你可以用 cellophane tape。粘在上面你那真的可以那种粗的直接一张透明的那种 cellophane tape， 你粘在上面它就不会脱色的，真的可以收10年都不会脱色。OK， 这个是很有用的 tips。好，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要请问一下，如果你只能告诉观众3个最重要的个人所得税观念，会是哪3个呢？好，第一呢，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了不要认为一定是我打工赚到的钱啦，我做生意赚到的钱啦，才需要报税，才需要缴税，不是这样的。因为如果我们用比较我们讲接地气的方式来去解释什么赚取到什么钱是需要报税，是需要缴税我们是说，只要你有用心、有努力、有付出的努力而去赚到的一些钱，那就是你的收入，你就需要报税的。除非你说我真的没有想要赚这笔钱的，比如我去抽奖活动拿到的一个现金那个 OK，不用报税，可以，因为那个你根本没有说我在努力付出然后去赚取它，没有，那是抽奖的。可是如果你真的是有努力去赚它的，无论它是佣金也好或者它的是这打工肯定啦买多呢，那个不用，除非你是专业的，除非你专业赌徒就是你长期一直在买的。可是你讲我偶尔只是碰运气一下真的那个你中奖也不需要报税，不用缴税。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很多人以为呢，只要不是打工的收入或者我做生意的收入，其他就不用缴税不是这样的，因为呢，基本上有很多收入呢都需要报税的。好 ，OK。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要针对一些可能赚了一些外国的收入的人很多人会以为，如果我这笔收入我不是在马来西亚打工，我可能帮一家外国公司打工。可是我的人在马来西亚但是我帮一家外国公司打工，那这个算是马来西亚收入还是外国收入？因为外国收入是不用报马来西亚税的其实是马来西亚收入来的。因为在所得税的法令里面呢，他是这样子说，他讲只要你的人是在马来西亚你在帮人打工，你在做某一件事情，你的人在马来西亚的话呢，这笔收入都属于马来西亚收入。包括有一些人说，我炒股票那些这个就要带去第3个观念炒美股那一些是不是？对，因为第3个观念我就讲了，很多人讲听说股票赚到钱是不用缴税的，没有这回事因为如果你是炒股票的就是很频密的，对你很频密的买卖的话呢赚到的钱都属于一种生意收入，都需要缴马来西亚税的。如果你人是在马来西亚，你怎么定义频密呢？我们通常讲呢，如果你买的这些股票你有就是你买了之后，你超过1年你才把它卖出去，我们可以说它不是这么频密。可是如果你1年内你就把它卖掉的话呢，一般上税收局都会讲你是频密了。所以你的股票如果没有拥有超过1年你就把它卖掉，税收局会认为你是在炒股。
对，所以短线投资那个就是被定调为炒股。对的。 OK， 接下来我们要复盘一下，就在去年2026年财政预算案当中呢，政府有做出了什么就是个人报税的一些新宣布嘛？然后有哪一些新的这个豁免的项目啊，或是条例是大家今年就是能马上就能生效，或者我要 follow 的？那的确2026年的财政预算案呢，政府就公布了一些，我会说是好消息啦，我这样来讲啦，是好消息啦，尤其是对个人纳税人来讲哈，因为有一些减免是新增了啊，之前没有这样子的东西，或者他把范围扩大了。OK， 那我举几个啦，比较重要的啦哈。第一，打疫苗，你知道其实我们身为纳税人呢，如果我们有给钱去诊所也好，医院也好去打疫苗的话呢，是可以得到高达1000块的税务减免，1000块就是可以扣税，什么疫苗都可以。那这个就是我要讲的了，因为在2026之前呢，不是什么疫苗都可以。只有8种疫苗可以，但是2026开始就是你所讲的什么都可以。你知道有其中一个疫苗是很多人都有在打的，但是之前是没有得到减免的，就是 hepatitis hepatitis 肝炎，对就是你去打那个 B 型肝炎啊 A 型肝炎的那个疫苗以前是没有得到减免的，但是呢2026开始呢有了。所以呢，我就在呼吁很多纳税人我讲，如果你还有疫苗是还没打的，因为之前没有得到减免嘛，2026年就是你赶紧需要去打的时候啦，因为呢又可以得到减免嘛，然后又可以预防，没有？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还有另外一个要讲讲，就是呢，2026年是马来西亚旅游年嘛，所以呢一定要趁这个机会呢，在马来西亚旅游，不是出国旅游马来西亚旅游，因为2026年开始马来西亚我们政府说，如果你是在本地旅游的话只要你是买那种本地的旅游配套都可以得到税务减免1000块有1000块的税务减免。我住本地的酒店可以吗？那这个也是我要特别提的，因为呢也有人曾经知道在我们的疫情的时候COVID 的时候MCO 开放了之后呢，就说去住酒店，好像听说那时候也是有减免的，但是这一次不是疫情这次是旅游年，酒店是没有得到减免的，必须要是那种 travel package。对或者也可以是入门票入门票都可以。所以你去到很多那种旅游景点如果你有买入门票，收着你的那个入门票的收据只要我们说这一个景点呢是我们的那个 Ministry of Tourism， 就是旅游部认证的一个旅游景点来的那么你所有的收据收好，可以得到1000块的减免所以2026年赶紧去 Cuti Malaysia OK， 那可能我在讲多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寿保险。那这个呢也是之前没有的东西，现在在2026年呢开始了。因为以前呢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买保险买给我们的孩子的话呢，如果你说你买的是医疗保险啦，或者教育保险可以得到减免高达3000块。可是如果我说我买人寿保险给我的孩子的话没有的是没有这一个减免的人寿保险是没有的。可是2026年开始呢有了就是说你就算买这个人寿保险受保人是孩子，但是那个持有人必须要是你自己policy holder 必须要是你可是那个 person insured 可以是孩子，那个也可以得到3000块的税务减免了。所以2026年也是可以看看一下买给孩子的人寿保险足不足够不足够的话呢，赶紧在2026年买又可以得到减免了。哇，很多东西都可以豁免的，是不是？对。好，但其实你刚刚说了，我相信有一部分就是新增的东西嘛，是不是？还有其他，因为我们知道每年我们都有一个 list of 就是那个豁免的一些品项的嘛，是不是？还有什么当中这个 list 当中有什么东西其实是可以豁免的，不过我们常常就忽略或是我们不知道的呢？是，那其实如果我们看到整个那个清单可以得到减免的清单其实有很多，真的有很多种其中一个我可能特别提的呢，叫做优质生活税务减免 lifestyle relief。那这个 lifestyle relief 呢，为什么我会讲要特别提呢？因为在几年前吧，应该是2年前吧，我们的这个 lifestyle relief 呢已经分成两部分了。第一部分是普通的 lifestyle relief， 高达2500块。另外一部分呢是只针对运动的只针对运动的项目的 lifestyle relief， 1000块，所以总共是3500块而这个 lifestyle relief 包括些什么呢？如果我讲了个2500块的它包括你买书本啦，买杂志啦，买电脑啦，平板电脑啦，手机啦，就是我们智能手机啦我们的宽频服务啦或者我们在
讲那个运动那部分的那个1000块又有什么？运动的1000块呢？包括你买运动器材啦，买去健身房的那个会员费啦 ，dumbbell 那些啊，那个也算 ，yoga mat 可以吗？也算，对，还有就是住场地，住那种运动场地的入场费或者租用费，比如打羽毛球。对，你看很多时候很多人听到那个运动器材的，他们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一定是要买器材。一定是要买羽毛球拍啦，或者买那个羽毛球的球啦，网球的球啦，这一定是要买 equipment。可是租场地的费用，最近是很多人喜欢打 pickleball 嘛，而且不便宜它的场地费。对，你只要收好那个收据，那些场地费都可以得到那个高达1000块的额外优质生活税务减免当然，刚才我们讲了2500块的那个优质生活税务减免呢，就可能很多人买了那种书本啊，买了杂志也没有收好，他以为如果是 ebook 那种订阅费应该不是吧？都没有买书，其实都可以，都可以，包括 ebook 的都可以得到减免。所以这些都是我每次见到很多人不知道然后就没有收好他们的那个收据，就没有办法得到减免了。Zen 说到这里，其实刚刚你有说就平板啊，电脑、手机可以吗？手机也可以啊。如果是分期付款的话呢，要怎么定价？还是我直接给那个 lump sum？OK， 所以我们每次这样的讲法的，如果你是分期付款，但是呢，一旦你买的时候，第一期要给的时候，你就已经拿到整张发票，已经列明你这台手机是多少钱，你已经知道那个总额是多少了，你其实就可以在那一年就把整个全额拿去得到减免了。因为分期付款是商家愿意让你的慢慢还而已嘛，可是你已经拿到发票了，所以重点是你有拿到那个收据或者发票显示整台电话是多少钱了嘛？有的话就可以了。好，因为很多人就以为是不是我今年供了6、7，明年又继续，不用直接给那个 lump sum 就可以了。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要关注一下就是一些新兴的职业，就是我们知道现在网红 KOL 这些 influencer，我们都知道。其实跟你说，就是我很多亲戚那种侄儿侄女，他们填写个人志愿栏呢，他们都讲要做 influencer， 要做 KOL， 为什么？因为很多 free gift 可以拿。对，所以呢，我们也知道，在2026年1月14号呢，就是内陆税收局有一个新的指南公布出来了嘛，就是网红或是内容创作者呢，只要是发布内容所赚到的这个收入或是商品，都要报税。可是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相信滑 TikTok 你也知道的，很多那一些 influencer KOL， 他们会收到 PR package。会收到 sample 这一些怎么办呢？要怎么处理呢？那所以这个呢，我绝对同意，它是一个很头痛的事情来的，真的很头痛的。为什么这样来讲呢？那我们做 KOL 啊、网红啊这些啊，如果我是在帮你可能宣传某某的产品或者某服务，就跟你收一笔钱，那个其实还很容易，就是你给钱我我赚到这笔钱我就拿去报税就好了。可是很多时候呢，他们可能收到的并不是现金的。他们可能收到其他的东西有时候他们会收到一些礼品收到一些礼券，怎么办那其实呢，税收局在最近的一个媒体发布呢，有提到这些也是你的收入来的也是你的收入，你也是需要报税的。但是问题会在我要用什么价格来报税，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嘛。所以如果用普通的方式来讲，就是要跟着市场价市价。可是市价怎么定呢？因为市价你跟你说有人卖，我在Guardian买是这个价格，我在Watson买是那个价格，对，是不是？怎么分？对，他会拿到不同的一些市价嘛，是不是？是。所以我们的讲法是很简单的，那个商家把这个东西给你，如果你想 OK， 比如我们讲现金礼券就很容易的就直接比如说价值多少钱嘛 OK， 可是如果给你的是产品的话呢，我们就要看这一个商家，就是给你产品的那个商家他们是用什么价格来卖，是看他们用什么价格来卖，因为他们用的价格来卖的那个价格呢，就是他的市场价。因为它道理很简单嘛，如果我不给你，我拿来卖，我就可以拿到这笔钱，可是我给了你我就没有了这一笔钱，所以那个他拿来出售的价格就会是那一些产品的价格，那一个价格呢就会进入你的收入，变成你要报税的收入。我在他的官方网站那边看呢，对不对？你可以这样子做对，因为我是 Shopee 他2月2号、3月3号又不同的价格，Zen
怎么样？对，所以我觉得同意这个是个很很多头痛灰色的。地带，你知道吗？是，我觉得同意这个是个很头痛的东西，但是我会这样子讲啦，只要你用一个合理的价格，它真的是有用这个价格来卖的那个金额来计算，我觉得是可以接受了。有报了，总之就是要报上去就对了，但是不能乱报咯，不能去用到太便宜还是什么对，不可以太便宜了。好，但其实接下来呢，我也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其实零工经济这个，我们知道我们马来西亚失业率就有下跌的一个趋势，其实很大程度我们要感谢很多人他们去做这个零工经济，然后过后就推升了我们这一个就业率嘛，是不是？其实呢，我想要请问一下，这个群体就是电召车司机或者是送餐员，他们在报税的时候呢，是需要有什么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吗？因为我有个亲戚，他也是电召车司机，他就说，哎呀，不知道的啦，这样我就不用报的啦。其实也要报的，有什么要特别注意？是，当然肯定是要报税了哈。OK，因为刚才我就讲那个最重要的观念呢，就是只要你努力去赚钱，那笔钱就是你要报税的收入啊。这个我们就知道了哈。OK，所以我们讲电召车司机这些呢，其实很多人可能搞错的一点就是，他们其实也属于在赚取生意收入。他们其实在做生意啊，这个很多人可能不明白这一点。所谓的做生意，就是说我积极做一件事情，是赚到的钱是我自己的，就是不是在帮人打工。我积极做一样东西，赚到的钱是我自己的话，不是帮我老板赚的，我就是在做生意了哈。包括 freelance， 其实我们讲的那种driver 就是 freelance 来的嘛。所以如果你是做生意的话，你有生意收入，你就会有生意开销。这个生意开销很重要哦，因为呢，在所得税的角度哈，你的生意开销是可以扣你的生意收入，剩下的盈利，剩下的 profit。才拿来报税 ，OK， 所以很多可能那种电召车司机，他们讲，我看回我的那个 report 啊，我赚到多少钱啊，我就拿那笔钱来报税，这样你就错了，你就报太多了，因为你的车，你需要打油啊，是不是？然后你需要做 maintenance 啊，你需要拿车去维修啊，是不是？你的轮胎很快就要换啊，这些全部都是要维持你这一个生意需要花掉的一些生意开销，所以一定要做出一盘账。我们是讲做一个哪怕是简单的一盘账，收入多少，开销多少，只要这些开销都是针对我的这一个生意需要花的，我都可以拿来扣，剩下的盈利那个 profit 拿来报税。那么你就会发觉到，我其实没有报这么多而已，可是需要做咯。然后呢，你打油的那种单呢，真的收好它啊，因为你要证明我真的有打这么多油，我有维修车，真的花了这么多钱啊，这些都是他们需要注意的。哇，这样他们那个收据真的跌到真的是好像堆积如山了，因为他们 Grab Car Driver 这些真的是几乎是每天都要在打油的，所以这些都要收好。对，都要收好。好，其实我想要问一下，对于这一些Grab Driver， 就是电召车司机或是送餐员，他们是要填哪一个 form 呢？那刚才我讲了嘛，这些他们是 freelance 嘛freelance 的话就是在做生意，所以做生意的朋友呢，要填的表格是 B 表格 ，OK B 表格，因为 B 表格是给有生意收入的纳税人用的，就不要填错，不要填到 B1 表格，因为 B1 表格是非生意收入的，没有生意的人才去填的。OK， 好，就是打工族的那一些就 B1 了。好，所以网红 KOL 那些都是 B 表格，对，都是 B 表格。好，那么接下来呢，有一个例子，就是其实最近我相信在去年尾吧，很多人都会收到这个通知信，它就是 CP500， 对，是不是？其实你能跟大家简单一下讲解一下这个 CP500到底是什么一个东西吗？什么来头？好，那简单来说呢 ，CP500 是政府就是内陆税收局发给纳税人的一份通知。要你预先的去缴纳你未来要缴的税，预付缴一些未来要缴的税 PCB 的感觉是不是？它就像 PCB。那如果我把它比较回 PCB 我们都知道，如果打工一族每个月的薪水都会有一部分被雇主扣掉了，扣来为什么呢？拿去缴给所得税就是给税收局，因为那个是代表着我以后要缴的税来的嘛。可是如果我现在假设我不是在打工，我是在做生意的我做生意的话，没有人扣我的收入的嘛，对不对？没有 PCB 所以没有 PCB。
CP 的嘛，所以可是那个概念还是应该要有的，就是讲我未来要缴的税，我要先预付我要先给，然后所以政府就会预测会凭着你之前报过税的那种记录，去看看非雇佣收入，就是非就业收入有多少，你报了多少，然后就从那一部分呢去预测一下，你之后呢如果赚一样的这个非就业收入应该针对这部分要缴多少税，就给你一份 CP 500，让你预先去分期付款的缴，每2个月的缴一次，这就是 CP 500了。而其实呢，做生意的朋友呢，应该每一年都在收着 CP 500了。如果你真的做生意啊，我相信很多人都一直在收着的。可是呢，政府其实你可以讲它漏掉了很大群人啦。很多人呢，可能因为他又有打工，他又有做一点点的额外的生意、小生意啊，或者包括我讲非雇佣收入，就是包括租金包括你收租金这些，其实都应该要给 CP 500的。可是政府之前漏掉，没有发出通知给这班人。现在他发觉到，原来真的有很多人是除了打工之外，还有其他收入的有租金收入啦，或者做一些小生意啦 freelance 啦，所以呢现在就发给所有这些人，跟他们说你的那个非雇佣的那部分你应该要给 CP 500的。所以为什么在去年年尾的时候这么多人都收到了？对，可是有些人他们说我是打工族，不过我好像没有印象中我有做过 freelance， 我在外面打工，可是我还是收到这个 CP 500，是不是我填错什么东西，之前报税填错哪一个栏目，这样子要注意的？你怎么解释呢？这个对，那这个有2个可能性OK， 2个可能性，有2方可能出错。2个不同的人可能出错。第一个呢，就是可能是纳税人做错了。什么意思呢？他其实真的有赚取非雇佣收入，但是呢，他填错。他以为这些都是应该属于就业收入吧，比如可能讲，我做一点点的 Grab 我可能当成是就业收入就好吧，全部放在里面，一点点少少吧。对，可是那个是纳税人填错，可是呢，税收局就查到可能是通过一些第三方查到你其实有非雇佣收入的他知道了多少，不是给你 CP 500咯这个是纳税人错，也有可能呢是这个内陆税收局错。也有可能的，就是说内陆税收局呢，可能他看到你填在这个打工收入那边就业收入那边呢，他可能也收到一些第三方的通知，可是第三方那边给错他一些 information， 所以就变成他错了，他就以为你真的是有，他就给你 CP 500。总而言之，就是只要税收局他认为你是有非雇佣收入呢，他就会给你这个 CP 500。但是如果你很肯定如果你说你是纳税人，我很肯定我是没有，我真的只有雇佣收入罢了，我只是打工罢了你是可以通过这个叫 CP 502的这个表格CP 502的表格填好它，然后呢，把你的那个 CP 500的金额把它调到去0，然后呢，还可以写一个理由去说我是没有非雇佣收入请你取消掉我的 CP 500，可以电邮回去给这个税收局，他们就会取消掉它的啦。好，搞清楚了。其实我有一个题外话，我想要问一下，就例如好像我现在我在打工，可是我又在外面有时就拜六礼拜我就去加 Grab，然后过后我赚到钱，是不是我又要分另外一个 form 去包，还是怎么样的呢？不用了，是不是？那如果你说这个 Grab 真的是很偶尔你才做一做的啦，你真的没有把它当成是一门生意这样来做啦，不是讲很积极的一直做啦，你可以把你赚到的钱当成一种其他收入来包，那么你就不用换表格，你就用回你的 BE 表格，那么你就把这些收入填在其他收入那部分咯。可是如果你讲我真的每一个晚上或者每几个晚上我都会做一次，很积极的一直在做这个 Grab， 那我刚才讲了这个是生意了然后有生意收入你就要报在 B 表格，你不用另外一份表格因为 B 表格呢是可以填完所有的生意收入、非生意收入、就业收入，全部可以填完在 B 表格，所以一份表格就搞定，你不用填2份。所以我EF方面资料我也可以填在 B 表格。对的，所以 B 表格是包含了各种不同的收入，但是 BE 表格呢就没有了那个生意收入的那部分的。好，明白。好，这样其实我们也来到了访问的尾声就是如果很多人就是没有按时报税或是报错了的话呢，通常会面临什么后果呢？那如果你真的是发觉到你报错的话呢，我当然是呼吁大家去做修改，真的做修改。为什么这样来讲呢？那你看
如果你是该报税的人没有报税，你看我们一开始前面就讲了嘛，不要以为赚很少钱就不报税哦。该报税不报税的话呢，是可以被罚的哈，是可以被罚钱的。当然，我们讲最低的罚款可能才200块，可是最高可以到2万块哦。OK， 就算你不用报税都好啊。OK， 如果你讲我是需要缴税的啊，我需要缴税，可是我还是不报税的话呢，那个可以更严重。除了刚刚我讲那个200到2万块的罚款啊，可以收到一个280%的罚款。280%就是你的税额要给多少，你要给多2倍你的税额，那是你的罚款。如果你该要报税不报税，可是你还是需要缴税的。那当然，如果你讲我报错了啊，你真的报错了，可以去做修改。那修改的话呢，当然如果你是修改了之后要给更多税，要缴更多税的话呢，自愿去自首了。我们讲了自愿自首哈，给税收局知道呢，你只需要补回那一个税额，补回钱，然后那个差额哈，给多一个15%的罚款就好了，15%。可是如果你很早就发觉到，比如我的报税截止日期过了不久哈，我们讲过不久就是6个月内啊，就是截止日期之后的6个月内，你就发觉到我报少了耶哦。那么6个月内你就快去修改的话呢，同样你补回那个差额啊，那个税务的税金的差额，然后呢那一个差额补多一个10%的罚款就可以了，就不是15%了。OK，这全部都可以在那个MyTax 的那一个 App 去做的，对不对？在 MyTax 的那个网站，它的 Portal 里面就可以改了。对，可以跟我们说一下那个截止日期大概是几号嘛？然后自愿申报的又有什么？好，当然了，如果我们讲你是一个没有生意收入我们先说没有生意收入的纳税人了哈。我们知道是每一年的4月30号。或之前呢就要报税，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用 e-filing 了嘛，所以如果用 e-filing 呢电子报税的话呢，给多你15天，所以到5月15号，所以你记得5月15号就可以了。如果你是没有做生意的，有做生意的朋友呢，你要报 B 表格嘛 ，B 表格的截止日期呢是每一年的6月30号。不过同样，因为你可以用 e-filing 给多你15天，所以呢截止日期就变成了7月15。所以记得，如果是做生意的朋友呢，7月15号或之前一定要报你的 B 表格。好，非常感谢 Zen 和我们分享了那么多这种报税的须知事项啊，谢谢你 Zen。好，没问题，谢谢大家，谢谢。好，记得大家也要做一个守法的公民，准时报税啊。不知道你们听了嘉宾的分享之后呢，有什么看法呢？可以在留言区和我交流。那么正在收看 YouTube 的观众呢，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第一时间呢就能观看到财经的最新影片啦。感谢你们支持，我们再见。你好，欢迎收看BFM财经所制作的，由BFM财经所制作的。